我一直在思考我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对这种山峰或活动那种憧憬，去尝试的人非常非常少，所以我想去看一看。山峰掉到冰裂缝里了，雪块塌的也非常非常大。Please, every member submit. 目标永远都是领奖台的第1名。一定要拿到名次，就是要拿奥运会金牌。这么疼吗？不疼。这样疼吗？这样不疼。这位正在检查腿伤的少年叫苏一鸣，这是他术后的第3次进院复查。艾灸印到什么时候能恢复的看不出来呢？我觉得还得1个月2个月的。血迹已至，腿伤的康复关乎他最重要的人生抉择。这是徐克导演的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。苏一鸣因出演片中的小栓子一举成名。正当他的演艺之路风生水起之时，命运的转盘却在不经意间为他开启了另一方天地。我从4岁就开始滑雪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运动，没有之一。宣布了2022年的冬奥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想，我既然可以这么热爱，我滑得也这么好，我为什么不可以走专业呢？当时我就对我自己说，好，这是我现在的目标，这是我下一个目标。2018年，14岁的苏一鸣通过跨界选材进入了国家集训队，但一场意外的受伤，让他的梦想遭遇重挫。那只腿受伤，我们知道以后到医院去看，当时我这挺不了，都昏过去了。本来这孩子吧有点天赋，可以在影视业发展。影视界嘛，他虽然说是辛苦哈，但是来讲我认为比较安全。我希望的是啥呢？他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、活泼的成长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人生的第1场失败，让苏一鸣一蹶不振，甚至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给妈妈讲解一下你们上学的时候的一些趣事。好玩的，这是那个什么，我们全班给我写的那个。你看见他写什么？身为明星的你总是极其聪明，而且很有自尊心。将来你有可能成为大明星，到那个时候你千万别忘了，大哥以后赚了钱可别忘了小弟。苏一鸣是小伙伴们眼中的大神，妈妈特意给小明安排了一场同学聚会。似乎只有在小伙伴面前，他才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。前一趟。摔的前一趟的是吧？结果第2趟就是这样就没回来，然后今天第51天了。坐好没？把板都抬起来。来啊！第1趟到这个时候，看，你到蹲这儿就站起来了，看着没？你应该一直蹲到这儿的时候，身体才站起来，你就能跳更高。小伙伴的敬仰让苏一鸣慢慢走出伤痛的阴影，找回了往日的自信。妈妈格外珍惜一家人相聚的日子。儿子，你不是愿意吃金针菇吗？我想也不能给你涮锅了，就给你这么做。随着小明的腿伤日渐康复，他知道分离的日子又要到了。孩子受伤嘛，在父母的心里肯定是这个很难受的啊，看着比自己受伤都要心疼的。
我有过一念的说的让他放弃这个，但是呢，孩子很坚定。肖恩怀特最后一轮的动作，决赛最后一轮。后面连接了一下。我去。双脚后空翻1080。很有实力啊！太激动了。平昌冬奥会上，苏翊鸣的偶像肖恩·怀特受伤回归，退役之战，最后一跳勇夺金牌。这一幕让小明热血沸腾。加油，宝贝儿！你的时代会到来的，2022看你啊！父母的陪伴与信任，终于让苏翊鸣走出心灵的困境。他决定重返雪场。这第一天训练呢，你要先热身啊。跟着你的教练的步伐，不着急。中午午休的时候给妈发个微信就行。还有12点半有，你别12点了。啊，我不给你打，我不给你打。再见啊，好的。回到训练场，苏翊鸣和一群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运动员一起训练。看下面。主教练是来自日本的著名冠军教头佐藤康弘。小明将跟随佐藤教练学习坡面障碍和大跳台2个单板滑雪项目。He's doing Chiba-R, and then that's the base for the 1080. So, yeah. 单板滑雪大跳台是从高处滑下来，冲向起跳坡，而后在几秒钟之内进行腾空翻转。翻转度数越多，落地越稳，代表选手能力越强，得分则会越高。在起跳坡之前，你看到的只能是天空，看不到落地坡，所以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。He's doing good. You sure? You need more power, ここ。大丈夫、大丈夫。おい、よいよ。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最後9年中いろいろ大変お世話になり9年中お出かけました。We have 3 hours for training today. I've tried a lot of new tricks. I hope tomorrow's training will be better. 冬季训练即将结束，想要证明自己的水平，他必须重返赛场。2018至2019赛季，全国单板滑雪青少年锦标赛即将在崇礼举行。苏翊鸣迎来了他受伤归来后的第一次比赛，只有成绩优异，他才能正式进入国家队，成为一名职业滑手。身体的用法，上 rail 的那个方式，好多细节都需要不断的去挑战，并不是特别适应啊。因为受伤，长时间远离赛场，苏翊鸣必须尽快适应场地和比赛训练的紧张节奏。I think we have like 3 rounds for training. We have like short time. Just you know. Just 这是一次关乎苏翊鸣命运的比赛，
他决心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像小的比赛我可以失败，但是我自己不会允许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失败。在佐藤教练的指导下，苏翊鸣逐渐进入状态，一点一点在适应今天的速度。脚稍微震了一下，就落地落得太远了，冰敷应该会更好一点。然而，紧张的训练却让他旧伤复发。ちょっと本当だ。腫れた？かかとは痛くないですか？那个脚后跟疼不疼？脚后跟没有什么。かかとは大丈夫。あ、かかとも大丈夫。对，就是。但是它疼的地方是这一边疼。少しね、そういうなんとか感覚があります。挺腰，看一下镜子。好，肩膀下沉，肩膀对，走，骨盆不要往后旋转，对，保持，保持，好，慢慢回来。带着满身疲惫，小明沉入梦乡。他不知道，明天醒来，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。比赛第一天，苏翊鸣将要参加的是坡面技巧障碍赛。好，到我了，雪冰不在了。55号运动员已出发。让正脚上边落的正好，完了这还反脚上他妈落到还有这么一大块，完还落底儿。我就将把落到脚的坡下边一点点，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压力。比赛共进行2轮，按照得分高低取前3名。获得2018至2019赛季全国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锦标赛 U18青少年锦标赛男子组第3名的是苏翊鸣，恭喜您！对这个成绩，苏翊鸣显然并不满意。高手的较量都在毫厘之间。根据比赛的气温和雪质，小明决定对雪板重新打蜡，为明天的比赛做好周全的准备。明天上午大概是9点到10点有1个小时的训练，然后就开始比赛，30多个人吧，这样2个。今天的那个温度是多少？知道吗？今天是零下34度上面，风还特别大。第2天开始的大跳台比赛至关重要，苏翊鸣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So wind blows from left side, right? So maybe you should do like more power, like in the air. Okay, extra power. Okay. More so yeah. Okay. Yeah. 赛场上，零下38度的低温和大风，对选手们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。可以发出。7号。87.75是吧？
中腹给蹭上去。OK。终于轮到小明上场。动作都没，感觉就没有完成。我都可以。第一轮就动作失误，苏一鸣内心几近崩溃。失误让小明陷入了绝境。要想绝地反击，就必须祭出绝杀技巧。Now let's focus for the 1080. OK， 好打。对。55号可以出发。1080已是中国运动员最高水平，小明并无完成的把握。一旦动作失误，就可能是致命的重伤。绝地逢生，让小明重获信心。我是1080，然后第二是反脚900，第三是720。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like he grew up through the competition. 苏一鸣成功入选国家队，而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这玩意儿挺好。哎呀，我帅呀，这个东西，这是啥？转下。掉，少年。短暂的狂欢，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时光。觉得哪个香？4个大吧？大的小。然而，美好的相聚总是短暂，追梦的过程，就是一场与父母渐行渐远的离别。宝贝，又要出发了。随着南半球雪季来临，小明跟随国家队前往新西兰训练，他也终于有机会与国际选手同台竞技。在新西兰2019至2020赛季的奥辛杯卡德罗纳站比赛中，苏一鸣取得了第1个国际冠军。有一场更重要的比赛是 World Cup， 但是我不幸把我的锁骨摔受伤了，所以没参加上那场比赛。也许痛是最好的成长剂，在失败中，苏一鸣慢慢学会了坚强。你是12月份胫骨骨折嘛，对吧？对。意外的受伤让苏一鸣中断了训练。你的胫骨产生了一个新的角度，骨折部位上下的这2个环节会有点不适应，所以我们要让你的神经和肌肉都去适应你的新的胫骨的关节角度。这次受伤，我吸取了很多的经验，我会非常细的分析我为什么会受伤，为什么这个动作会导致我受伤，我有充分的思考，所以我不会有恐惧。半年后，北半球迎来严冬，1年1度的费雪比赛即将在北京举行。在我刚开始学滑雪之后，那年是在鸟巢，我就看过这个比赛，这是我梦想中的一个舞台吧。费雪虽然多次在中国举办，却从未有中国运动员进入过决赛。苏一鸣希望自己能有所突破。北京首都钢铁工业园区，2019至2020费雪世界杯赛将在这里举行。
这也是2022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的比赛场地。世界顶级职业选手都将抓住这次机会，提前适应冬奥赛场。因此，这几乎是冬奥会赛前的一次预演。苏翊鸣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，开始为进军2022冬奥会赢取积分。经过2天的赛前训练，2020单板大跳台废雪资格赛终于拉开序幕。小明的父母特意从吉林赶来为小明助威。从早上起来开始就会紧张。大家终于轮到小明上场，他将在这次比赛中展现转体1440度动作。第1轮成功落地，小明排在小组第4名。首轮成功，让他信心倍增。只有与顶尖高手对决，才能把自己逼向极限。前2轮的稳定发挥，让小明处在小组第5的位置。如果最后1轮发挥稳定，继续挺进前5，他就能晋级决赛。然而，最后一跳出现重大失误。继续努力，差了一点点，有点遗憾，但是你真的非常棒了，好嘞。尽管如此，苏翊鸣还是创造了中国在此项赛事的排名纪录。非常遗憾没能进入决赛，差1名，非常可惜。当然，我的目标永远都是朝着领奖台的第1名去努力，不仅是之后，是每一次比赛我都会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。我先去康复，然后回日本训练8个月，再回到中国来吧。把心情调整好，迎接下次的挑战。赛场磨练归来，15岁的苏翊鸣从一位毛头小子淬炼为一名世界级滑手。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所有的伤痛与挫折，不厌风雪，向梦而行。